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。ATS 又来到了 Rider ATS 的爆肝系列，今天就是一个 BYD 的大日子啊，也是很多马来西亚人很期待的一天，因为 BYD 今天发布了这一台 BYD Sea Lion 比亚迪海狮，要非常感谢 BYD Malaysia 邀请我去参与他们的 BYD Sea Lion 的发布会。可是啊，我的时间有点紧迫，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，所以我今天就来到 Mid Valley Johor Bahru 的 BYD Showroom 来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消息啊。影片开始前，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、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，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。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，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，还有 HDR 功能啊。HDR 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，突然间又变暗，你过桥底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。当然，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，高动态范围提升10%，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%啊，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，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，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。这一台 A510 呢，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，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，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，可以放慢来看，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，车牌号码、车身款式、颜色，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。当然，这个 A510 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 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。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，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，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。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，这一次 A510 也是有这一项功能，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。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，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。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，只要安装一个 A510，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，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，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！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，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，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，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，有 Shopee、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，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，Let's go。OK， 这一台就是非常帅气的 BYD 海狮，相信很多人对海豹都很有兴趣啊。海豹那台车是一个 sedan 车型，但是很多人可能比较喜欢高车，喜欢 SUV， 那海狮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这一台车的车头 design 呢，我觉得是比海豹来的更加帅气啦，整个车头灯更加的 sharp， 而且它整台车因为变高变肥了，看起来更加霸气。这种车长到那么帅啊，我们就要邀请一个女嘉宾来上我们的节目吗？来看一下女生对这种车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。我们有请今天的女嘉宾，就是300年没有上节目的 Jasmine 小茉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 小茉莉，还是一样小。外观方面就由你来介绍，你觉得这辆车的外观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样多款 BYD 里面啊，这一辆我比较有 wow 的感觉，比较帅，比较阔气的感觉。你把一个海豹的这个 design 啊变成一辆 SUV 啊，就有那种 wow 的感觉，很帅。我觉得这个外观很好看啊。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port Rim 啊，比我们的小茉莉还要大个。轮胎方面是 Michelin 245/45/20 Sport Rim 20寸黑银撞色。OK， 没有吝啬啊，这个轮胎是直接给你 Michelin 的轮胎，然后是 Pilot Sport EV， 这个轮胎一条不少钱啊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 brake caliper 啊，这种东西女生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啊，红色的 brake caliper， 这个是一个 4-port 卡钳，非常的大个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它的 disc rotor 是有打孔的，整个就好像那种赛车型的 design。但是这个只有 performance 版的海狮才有红色的这个 brake caliper 啊。现在来介绍车身侧面线条，车身侧面线条呢，它的整个 shape 哦比较有跑车的感觉。这个东西呢就要有一个专业术语，这台车它的这种车身 design， 这个旁边的线条感啊，我们叫做 Coupe SUV。不要看它一个大块头这样子啊，其实它的0-100加速只需要4.5秒罢了，差不多是那种很劲的 performance car 的加速的速度了。4.5秒啊！ 4.5秒就是有人从你背后这样一脚
这个尾灯方面啊，你懂海豹的那个尾灯吗？就是把它搬过来这里。但是啊，在细节方面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立体，然后它是从左边连贯到右边，然后有一个 BYD 字样，终于不再是 Build Your Dream 了。我不喜欢那个 Build Your Dream 啦，这个是我个人不喜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写着 BYD， 看起来比较 premium， 比较贵。当然，这个尾箱呢，上面有一个小尾翼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可以升降的啦，它是死位的，它不会升降。电动尾门就有啦，这个是肯定要有。打开这个电动尾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其实真的很大，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可以给你放你的 charger 啊、wire 那些东西。然后它的这个音响哦，全车是用这个 Dynaudio 比较 high end 的音响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试它的音响，因为用这个麦收音，你听不到真实的那个音响体验。再来就是有那个版权问题啊，所以如果你们大家谁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全马任何一家 BYD 的 showroom 里面看这辆车，摸这辆车，试驾这辆车。新山的朋友、南马的朋友都可以到 Mid Valley 的 BYD 啊，在门口罢了，很容易找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nterior， 电动车就是爽，一坐进来直接启动了，根本不需要 Start Engine， 它也没有 Engine 啊。讲到 Engine 这个东西啊，那种8000转、9000转才是真正开车的感觉。但是其实啊，你们懂吗？转速这个东西在马达方面啊，8000转、9000转是小儿科啊。这一台车可以高达23000转，最高时速215 km/h。哇，老伟，一辆电车加这样快啊，0百加速又4.5秒，是几夸张，懂吗？然后整个 Interior 非常的 premium， 很高级，上面全部都是软材质，这里有那个 ambient light 会闪现啊，可是它不是动画，这个一格一格一格这样子啊。老实讲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啊，我喜欢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很有金属拉丝感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图腾。下面这边呢是好像 Alcantara 这样，所以它整个 dashboard 哦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贵啊。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公布了过后呢，你们觉得怎样？有没有惊喜？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贵啊，这辆车。然后当然 Interior 是全黑的啦，上面有一个全景大天窗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这样一键打开，然后它中间是没有一根骨头的啊，不像它的竞争对手这样中间还有一个骨头，看起来就有点碍眼。这个全景大天窗呢，打开来啊，采光非常的好，坐在后座感觉一定 very good。然后这辆车在前面这边也是有这个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啊，而且还有 Air Vent， 有通风功能啊，细节方面就有做到非常的到位。我现在去看一下后座怎么样。SUV 的好处就是啊，这个后座真的是比 Sedan 好太多了。这个后座的倾斜角度是目前比亚迪所有车型里面乘坐体验最好的。当然我们不要讲 MPV 啦，因为 MPV 你可以自己调整嘛。这个它的倾斜角度、它的椅垫长度，还有它的中央扶手，坐上去整个感觉就是 very 的 good job， 太赞了这辆车的后座，而且腿部空间非常的好，下面很平整。当然后座少不了冷气出风口啦，不过小小遗憾，它的后座冷气出风口哦是没有的调节温度的，也不能讲扣分，但是至少它还是有给你这个冷气出风口啦。然后这个门呢关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这样子开门的把手，这个开门的把手呢，比起那些用电子按钮的来得更加有安全感了。也就是讲，如果整台车万一没有电、断电或者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要开车门，你不需要去学怎样在下面拔一个盖子啊、拉一条线啊。所以用这种比较传统方式来打开车门，比起现在大家都在玩那些一堆 fancy 的东西来讲的话，这个简单又朴实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更加加分啊。而且这台车有9粒 airbag， 所以在安全性方面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讲到安全性，比亚迪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刀片电池。这个东西他们有试过那个穿刺的测试啊，都不会爆炸。所以普通的电池跟刀片电池，当然刀片电池还是我的首选啊。那这辆 SUV 呢，它那么大辆，又是一辆电动车，相信很多人就会担心它的续航里程应该走不远啊。但是其实这辆如果是 All-Wheel Drive 版本的话啦，它的续航里程是542公里；如果是 Two-Wheel Drive 版本的话是567公里。所以我觉得以这个公里数来算的话，假如我们再跟它 discount 一个20%，从 JB 去 KL 一次插电肯定是没有问题。但是为了求证，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辆车长途行驶一下，再做一个更加完整的测试给大家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做测试这台车的时候，大家想要看到我做什么样的内容，想要为这辆车做什么样的测试，或者想要我演示什么特别的 features 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，到时候借到这台车来做长途行驶测试的时候呢，就会一一为大家解答了啦。OK， 今天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。我们很快将会更新给大家这一台Sea Lion的试驾报告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